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最近呢，中方披露了美军反潜机在南海的活动的情况。中国的舰船电子对抗杂志4月25号呢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了在2021年1月5号发生在香港以南大约150公里海域的一次中美军事对抗事件。这次对抗发生的地点距离东沙群岛不远。当时呢，有3架美军的反潜巡逻机在这片海域低空盘旋，并且释放声呐浮标，可能呢是在探测或追踪中方的潜艇。报告并没有披露美方军机的型号，但应该有 P-8A 反潜巡逻机。这种反潜机在进行反潜作业的时候，通常会飞到距离水面60米的低空，投放声呐浮标。报告引用我方研究人员的话说，美军的飞机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合作追踪水下的目标，他们的目的是监视、阻止和遏制我方的行动。中方呢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同时出动了飞机和舰艇。我方的飞机和美军的飞机呢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对抗的距离非常近，以至于美军飞机主动的销毁了释放的声呐浮标，以防止被我军获得。这次对抗发生的时间呢，正值美国国内因为大选问题而发生激烈的争吵。仅仅一天之后的1月6号，特朗普的支持者就占领了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后来披露的事实，在东沙群岛中美对抗事件之后的第3天，也就是在1月8号，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秘密地给中方的高级将领打了一个电话，向中方保证美国不会发动袭击，并且承诺如果美国真的打算发动战争的话呢，他一定会提前告知中方。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说明1月8号的电话和1月5号的中美对抗有什么关联，但是时间点如此接近呢，不应该是巧合。对2021年1月5号的中美东沙对抗事件，中国研究人员认为，随着中国采取更果断的反制措施来保护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类似东沙事件的激烈对抗可能会更加的频繁。中国海军也将越来越多的与中国空军配合行动，让我海军的水面和水下作战力量能够得到空军的更大的支持。我们承认，目前美军的反潜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与美军相比，核潜艇领域的技术差距最大。我军目前装备的常规潜艇中，还有不少较为老式的潜艇，在综合能力上呢不如美军。不过呢，我们不搞全球霸权，我军潜艇部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中国沿海的近海水域，大部分都在我方岸基航空兵的作战半径的覆盖范围内，可以得到解放军空海军航空兵的有力的支援。报告还指出，我方可以使用电子战装备破坏或者是干扰美军释放的声呐浮标系统，使其难以正常的工作。我方呢还正在开发新型水下诱饵，发出类似于真正潜艇的噪声，可以有效的欺骗美军的声呐系统。另外呢，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潜艇引申新技术的研发，比如说在信号处理和机器学习方面具备条件的民企，可以帮助开发先进的算法和信号处理技术，来分析潜艇接收到的敌方的声呐的声波，并生成能够抵消这些声波的反向声波，从而避免被敌方主动声呐探测到。专门从事电子和磁性设备开发的民营企业也可以帮助开发潜艇的消磁技术，使其更难被磁传感器探测到。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是研制新一代的核潜艇和常规潜艇。我们已经在渤海造船厂建设完毕全球最大规模的核潜艇建造厂房，这预示着可能很快就有我国新一代核潜艇的好消息。在不久的将来美军的反潜机再多，也无法阻止我军核潜艇向大洋深处前进。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